还许了个愿望，一定会灵的。真的是。好美啊！快许愿。下车。哎，你看那边，真好看。是啊。走。啊，你看。 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阿姨，这次我不会再松开你了。 我喜欢你，嫁给我好不好？嗯，我愿意。对不起。小神君有真神神元和混沌之力，纵使受了这番大劫，也不至于一病不起啊。他之前失去了大泽山的同门，如今又失去了挚爱，现在五脏俱焚。阿姨，阿姨，阿金，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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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人，小神君，阿英在幽冥界。 阿英，这么快又回来了？是啊，还以为这一次能撑到个50、60载不见呢，没想到连16载都不曾撑到，又回到幽冥界来报道了。对了，怎么不曾看见修言？修言说这次一定要给你安排个绝好的迷途，此刻正在研究，派我前来接应你。你稍等他一阵。这是修言楼主给你准备的结界，能助你提升魂力。我们走吧。 那位仙君还没有等到他要找的人吗？是啊，都1000年了，我看他是找不到了。既舍得亲手将他劈死，又何须事后装出这样一副执着模样？把戏啊，都是把戏。哎，
谭老师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这有一些关于阿英的消息。阿英，阿英，你再等一下。为何？修缘楼主说了，这次一定能给你安排个最好的命途。可是，哎，你再等一下，我去帮你催催他。哎，什么？阿英在人界历劫了1000年，她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她。阿英破碎的仙缘虽然已经被救回了，但她现在还是很虚弱的。虽然修言每次都给她安排了极为上等的身份来育养她的魂力，但她最后的下场都是惨死，导致她的魂力越来越虚弱。她如今只剩最后这一次了。什么？若是她最后一次历劫没有恢复魂力，会怎么样？你若不说，我自己去找萧炎问清楚。哎，你别去！我说，如果最后这一次还是不得圆满的话，阿英她就灰飞烟灭了。她现在在哪儿？她已经历劫了吗？她一直就在桥上，就等着走最后这一趟。下一刻累劫羁绊，暗中交入更迭，四季轮转。万物如梦，风起尘埃，思念尘埃。碧落浓淡，往事成荏苒。阿姨，仙君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不妨，不管你是不记得我也好，还是还在生我的气也罢，只要你在，我们一切都可以慢慢来。但你现在魂力不稳，我需先把你带回天宫，宣旨将养，然后再回幽冥界。我不去，我为何要跟你去天宫？我与你又不相识，何必受你这样的恩惠？阿燕，先前都是我的错，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，好吗？难道这是哪家的仙君啊？看着气度不凡啊。不过他为什么看着这么悲伤啊？哦，我知道。好像1000年之前，他喜欢那个女仙君，爱上了妖族的狐王。那女仙君助狐王毁仙界灵山，掀起仙妖大战。他亲手在3军阵前将心爱的女仙君用法器劈得仙缘尽散了。所以他每年都会来瞧瞧，看看能否寻到那女仙君那点残缘。仙缘尽散了都不肯放过他，真是够狠的。我就是他们口中被你亲手劈死的女仙君。那个女仙君已经死了，我不是她，我是幽君阿银，所以你不必在我身上补偿，我也不会受与己无关的恩情。阿姨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历劫，你现在的魂力很有可能会挺不住的。你听我的，先回玄池将养，好吗？放手！等等。阿英，等等，等我给你寻个更好的命途。不必再费心了，每一次都是万里挑一的好命途，结果不都是如此吗？阿英，我带你回妖界，妖界有那么多宝贝，一定能助你运养魂力的。你们如此帮我，是都把我当成了那位女仙君吧？阿英，你是都忘了吗？原是我这1000年来，都活在这个女仙君的影子之下，被人安排度过的。
可是你们口中的女仙君，我已经全然不知了。那些往事，你不记得也罢，但不论你变成谁，我都是你的好朋友阿九。阿英，跟我回妖界吧。不用了，既然我已经不是他，那我与各位的缘分已尽。这最后一次历劫，无论好坏，我都要自己做主，与各位无关。阿英，阿英。阿英呢？我以后只有我自己回来了。不好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阿英的魂力太弱了，这次历劫还未开始，就已经支撑不住。阿英的血缘已经回到血莲之中，那血莲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再酝养它了。阿英的很快就要消失了。我来救他，没用了，神力也酝养不了阿英。你住手！我要带阿英回妖界。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胡闹，阿英要被他害死了。血莲凋敝，阿英绝无生还的可能。就让他去吧，不亲自试一下，他是不会死心的。阿英他真的救不回来了吗？主人，求你快停下！这样下去，你会神力耗尽、神元散尽的，主人。阿英，主人，血莲已无生机，求你放弃吧。神力救不了他，我便用我的神元救他。不行，主人。你若祭出，将性命难续啊，主人！主人，阿英是被我害死的。若是我没有办法让她活着回来，我有什么脸面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？
还能感受到阿英的回忆吗？阿英已经不在了。夫人。 天降祥瑞，定是小凤君要回归了。小凤君终于回归了，我们有新凤凰了。小凤君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好，回来了。 各位长老，稍安勿躁。大家的心意和礼物，小凤君已经收到了。收到了。但是小凤君说了，每人只收1件礼物，剩下的大家拿回去，留着晋升和做布施用吧。大家盼星星、盼月亮的，盼了1000年，自然要把所有的宝贝都送给小凤君。是啊，你们都表达出来了。 参见陛下。师尊。 为何非要在这时回来？我这刚一苏醒，您就着急的赶了回来，想问什么，您便问吧。我向来不喜琢磨别人私事，你想说便说，我可不会逼你说。 当年降世之时，被大泽山的古镜仙君所毁，仙缘散尽于天地，其中1分仙缘落到了幽冥界历劫。想来可能是火凤涅槃的本能使然，这1000年里每一世的记忆都保留完整。最后一世，我跳入了渡劫池，仙缘回归梧桐岛。 就此涅槃苏醒，这神仙下凡渡劫不算少数，却未见过这么个渡法。这哪里是渡劫啊，分明是变着花的淬炼心智。怪不得短短1000年，你的性子就成了这副样子。历时1000载，
人生百态，世间尊伟，也算都尝过了。如今这性子虽然是寡淡些，不过倒也省去了日后越是历练，给您添麻烦。这人间历劫，只能淬炼仙元。你这一身半神之力，究竟从何而来？何况你晋升神位，竟未降下雷劫，这也是闻所未闻呐。晋升也并非得是雷劫，或许在我历劫之时，就已经历过了呢。方才是与师尊说笑，其实我这一身的神力，我也不知为何，可能就因为我运气好。也罢，我飞升在即，你来继承凤凰之位吧。可我这才苏醒，这是不是太快了些？快什么？要不是你一直睡着，我早就飞升了。这如今也是拖不得了。如今倒也没有想好，要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新生。不过，我要用新的身份，去弄清楚一些事情，还望师尊能多给一些时间。我就暂且先帮你管一段时间，但你需尽快调整。火凤降世，必迎来3界朝贺。作为主角，你的一举一动都万众瞩目。若迟迟不能朝贺，恐失了礼节。突然明白，多谢师尊。这果然是人间历烈酒了。棋艺竟不输为师了，无趣。你好好休养吧。你自涅槃降世以来，从未去过天宫，怎知天宫中繁文缛节？在我小的时候，您与长老们经常在我耳边说，我自然就记住。你倒是记性好，1000年前凤凰蛋里的事儿都记得这般清楚。好在如今给自己加了禁制，故人见我也是另外的模样，倒也认不出我来。哇，这可是天宫最上等的万年梨花酿，肯定好喝。到时候我们找到了阿静的情思，再把这个梨花酿开出来，好好庆祝庆祝，怎么样？好。那要是找不到，那我还能喝吗？呸呸呸，一定找得到。到时候等阿英成功揽心上人入怀，福成老仙，我的那份分你一半。那我的也分你一半。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哎呀，一定会找到情思，跟古镜战神圆圆满满的。喝完了这坛酒，过去与他的那些羁绊，就真的完全抹除了吧。
哪里来的小贼，敢偷我的宝贝？还要吗？半神之力？难道你就是凤族刚出生的那个小丫头？哼！甭管你是火凤还是无名小仙，你偷我的酒就是不对的，把它还我！这酒当真是你的？虽然不是我的，那偷阿英的酒也是不对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小妮子可是恩怨分明，你等着她回来啊，找你报仇。哼！你是说那个与魔族勾结，被元神剑劈死的那只水灵兽？他不是仙缘尽散了，如何找我寻仇？阿英没有勾结魔族，她是被冤枉的。哎，这个事儿复杂的很，这各种缘由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我们阿英不是魔族的奸细。哎，可谁又在乎一只水凝兽的委屈？是啊，谁又会在乎一只水泥兽的委屈？这酒还给你。啊，哦，嘿嘿嘿。什么？凤鸣收了缘起的聘书？启禀小凤君，缘起神君来咱梧桐岛了，此刻正拜见凤凰陛下呢。神君肯定是来商量婚礼事宜的，这刚下了聘书就眼巴巴的赶来，这缘起神君未免也太着急了。神君如此英俊尊贵，又对咱小凤君这般上心，这仙界的其他女仙君们此刻估计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呢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如此凉薄之人，我凤影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凉薄？他是混沌之神，理应要对三界一视同仁，哪还有多余的情感施舍给我？就算是爱我，那跟爱路边的阿猫阿狗有何区别？绝对不嫁。凤影竟是这么说的。是，小凤君原话如此。如此，行吧，就按我吩咐的去安排。是。师尊如此爽快就答应，那位神君如何说？要是让小凤君知道，被一个自己瞧不起的薄情郎先开口退婚了，那多没面子啊！那缘起神君别提多懊悔了，正死乞白赖的求陛下呢。后来世天族里的长老提起华书帝君与阿依女君的往事，觉得面子上无光，这才不情不愿的总算答应了退婚。他的反应正如你所说那般，就是这样的。神君，凤渊陛下吩咐过，需将你与其他弟子一同侍之，不能有特别待遇。可是其他职位都已经有人了，就劳烦神君负责打扫庭院吧。一切都听凤欢长老安排便是。等等，这些花怎么换了？我之前订的不是金凤、龙船与凤尾云冠吗？这些惨惨淡淡的品种，怎么配得上我们小凤君的威仪？无妨的，凤欢，
之前那些姹紫嫣红的我也早就看腻了，如今这些清雅，我倒也喜欢，留下吧。我先回房了。殿下，这是新做的糕点。这糕点哪来的？厨子做的。厨子？嗯。小凤君，你为何会走人间美事？啊，回禀小凤君，是一个新来的杂役教的我。哦，在里面。小凤君，神君的爱好倒是别致。小凤君认得我？千年前涅槃之日，被搅得仙缘尽散，任谁也不能忘吧。千年前确实是我莽撞，缘起在此，诚心致歉。神君这个礼，我受着了。多谢。青池宫事务繁忙，神君早回。小凤君，我答应了风渊姑姑，在梧桐岛给你做1个月的杂役，来弥补我青池宫无故退婚之过。无故退婚？神君做的这些点心，实在是不合我的胃口。还有你修理的花园，让人越看越不顺眼。为何神君的错要让我来受呢？这些事情我会反省，努力做到更好。不必了，回你的青池宫。但我已经答应风渊姑姑了，应该说到做到吧。果然是神君，只顾自己仁义二字，全然不顾他人感受。还是如此。行，你待在这儿，莫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眼不见为净。代天帝，按资历，他本该还差点，但天宫念在他与蓝风帝君的关系上，多少有补偿之心。蓝风帝君千年前惨死，华叔认定是妖族和仙族一小仙兽勾结做下此案，但缘起神君言定是魔族作祟，孔雀一族尚有复仇之心，但有神君立下的仙妖休战誓言在前，仙界也就难给予支持。你虽重罪，但不过是只不足轻重的水灵兽，我来行刑便够。萧凤君，可是身体哪里不适？无妨，只是没睡好罢了。看来我没法去见这个代天帝了，
烦请你帮我去，不为难吧？小凤君不必操心，赶紧好好休息，养好身子才是正经事。哦，对了，他也是不容易，待人客气些，备份厚礼。是。抱歉，在下信步游走，一路赏景，竟误入此地，打扰女君修炼，是在下失礼了，还请女君原谅则哥。女君的容姿，真是顾盼宜光彩，荣华耀朝日。怎么之前从未见过女君？要不然在下定是过目不忘的。女君该不会是梧桐岛新生小凤君凤隐殿下吧？哼，在下听说凤隐殿下出世从未见过外客，没想到却与在下在此情此景相见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你我的缘分呢。恬不知耻。您说什么？雷火符，快给我解开！哎，这个真不能！凤隐怎么会用我的雷火符？又怂又弱，是谁给你的胆子到我跟前来装偶遇的？此处是梧桐岛祖树所在，不迎外客。说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殿下息怒，在下并无恶意，只是对殿下心生仰慕，才让凤鸣行了个方便，想与仰慕我？你都不曾认识我，何来仰慕？你怕不是觉得装模作样说几句恭维我的话，我便会对你好奇，心生欢喜？千年不变，好大一张脸。千年前我降世之际，也是在这梧桐岛上，你得陇望蜀，轻蔑真神的高谈阔论，我如今还记忆深刻。当时我便教训了你一顿，望你长点记性。可这千年后，你给你爹到处丢脸的倒霉德性倒是一点都没变。是你？当初替古剑出头的人不是华叔，是你？知道就好，还不赶紧滚蛋！还有客人。那是在梧桐岛，助我解围的人是你。你在降世之前就可以化形吗？我还以为……沈君不用对我说，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。千年前也是看着凌风恃强凌弱，无论是谁，我便都会出手相救。此等小事，倒不必一直挂在嘴边。倒是神君你，打完杂就应该回到你的青池宫，我们都清静。小殿下回来了。凌风的事是我办的不好，惹你不痛快了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不过，你也实在没必要动手啊！现在传出去，伤的是我们梧桐岛的颜面。看来风族长
这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。小殿下出身高贵，自是不羁。我也知道，你向来都是按照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来。但是，我是凤族的族长，我必须考虑到所有与凤族相关的大小事宜。在仙界，与众仙门往来，本来就不是一件单凭好恶的简单事啊！你究竟想说什么？这不是小殿下与元启神君婚事未成，现在他们尽是拉着我寻你的婚事。现如今一流仙门登门求亲，小殿下是不是也应该多见一见？更何况仙门之间本来就是以联姻来维系门族荣耀的，这个时候你更该为我们凤族多考虑考虑。你擅自拿我跟青池宫联姻不成，如今又着急给我找下家，这么想把我嫁出去？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们？别说是为了凤族，我们凤族的荣耀，靠我们族人自身强大就足够了，不需要这些弯弯绕绕法子。凤族长，我凤影的婚事，不是你盘结屈服仙门的工具。无论是一流、二流或是末流，我喜欢，愿意选谁，没有人能管得着。成婚之事我没有兴趣，不过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去。许久不见，你这丫头的脾气越发烈性啊！是你，你认识我？你身体里有他的一部分。胡贵前辈，我想悄悄来梧桐岛看看我的祖树大兄弟吧。怎么就碰上你跟凌风、元启他们打架？他们给了些厚爱，我一时承受不住，自然只能婉拒了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这牙尖嘴利的样子，还跟当初一模一样。想当初你跟元启那小子……凤爷，胡贵前辈，方才雷火符的画法，无归前辈。您怎么会？沈君，方才要说的话，凤影说得很是清楚。速速离去。前辈，好不容易来一趟梧桐岛，好好叙叙旧，请。这小凤君又是何时识得无归前辈的？你重归，我高兴得很。当年你和小神君去静幽谷说服了我，把凤隐的仙缘交还了，凤翅的愿望也终于达成了。如今你作为第2位凤凰重归，这也意味着火凤一死才能一生的宿命，是真的已经终结了。所以，阿英去静幽谷之时，前辈已知道我有一分仙缘，就在水泥兽身体之中。当然了，好歹我也用树心育养过你的一分仙缘，自然熟悉你的仙缘气息了。但我不可道破，否则小神君应劫换来的生机将不复存在了。没想到阿英竟是他和大泽山的劫难。所以你不肯与小神君相认？有何好相认的？阿英是阿英，凤隐是凤隐。可你明明记得阿英的一切呀！再者，体内的那一分仙缘，本就是主仙格性情的。你就是阿英，无论经历了多少人生，你也还是。已是太久，忘记了。当时情根深重，怎么能说忘就忘呢？不想承认，所以才想叫他避开你远远的。前辈，何来情根深重？神君不也是说断就断，说忘就忘？如今我堂堂的凤凰，心性能比他差？在这世上，
谁做情深，谁又负了谁，我半分关系也不想沾上。随你怎么说吧，我也该走了。凤翅向往的九州八荒各处奇景真处，我要替他去瞧一瞧。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，你是真的放下了。今日这甜汤有些过于甜了。之前都是陛下领来的那位侍从所做，他走了，我们还一时摸不准殿下喜好。我去膳房再重做一份，这样也能喝。是。对了，今日可能要晚些就寝了，还有很多的仙门文书没看，帮我换成醒神香吧。小殿下喜欢的香，也是那走了的侍从所添所配，我们怕配不好。找到可以帮你延续性命之法，加油！如果你看到流星的时候许愿，你的愿望都会成真。那我就希望明日我们在赌坊能够拿到彩头，拿到族徽。阿宇，记载上面说了，这悬壶之水可以孕育你的灵力，你很快就能被孕育出来。从今日起，不要再插手仙瑶两族的争端，在青池宫好好待着。晨晨，我求你！惩处已定，不容再议。不要！小气鬼，你是何方的小仙？我是这的主人啊。主人？嗯。姐姐，你要吃冰果子吗？姐姐，你手受伤了。护法，此处为何？你是水凝兽。元启哥哥，阿宇，元启哥哥。发生了何事？凤凰，来我宁云山有何事？他是阿宇，他就是那个水凝兽。7年前宁云山被毁，玄壶早已不在，为何一只水凝兽蛋可以化形成人？
风华，你初来仙界为何会认识阿玉？不认识，只是好奇。此处为何会有妖气？看样子，并不是第一次了吧？的确，不过不是妖，是仙伪装成妖，所以还是会留下很多痕迹。果然，仙气留下的痕迹。被妖毒干扰，无法辨别来自哪个仙门。我记得浮尘有放大法力的追踪器，我可以去找他，让他查个清楚。浮尘剑，没错。凤凰为何对司兵殿的兵器会如此了解？此前我闲来无事的时候，典籍自然是读过一些。我跟这只水凝兽很有缘分，你可愿去我梧桐岛玩玩？好啊，我也很喜欢姐姐。元气哥哥，你就让我去吧，姐姐刚刚还救了我，好不好嘛？好不好？主人，你这样真的很奇怪。堂堂一介神君，偷摸跟踪还窥视。你说他上了天宫之后，直奔司兵殿，一点弯路都没走，太熟悉了。宝葫芦，浮尘呢？神君为何也偷偷跟来了？因为我想求证，我想知道，为何小凤君会对这天宫的一切如此了解。神君以为如何？好像自从我用了你独创的雷火符后，你对我就多了很多的问题。是，因为我想不到除了他之外，还会有谁那样画雷火符，会对一只水凝兽如此关心，对司兵殿的武器如此了解。你口中的他，莫不是传闻中让神君惦念千年的水凝兽？所以神君是用我来惦记故人吗？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对我来说很冒犯吗？那我就再与神君说一次，我降世之前就在仙界到处逛，对哪里都熟悉，这不足为怪吧？我并没有兴趣来做神君回忆过去、表演情深的工具。提醒你，既然那水凝兽已经生死道消，无论你是愧疚也好，又或是后悔吧，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。不如就此收手，不要再执着。没想到这小凤君骂起人来还挺和老夫为仇的。既然符合你胃口，浮尘仙君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挺会顺水推舟的。哼，想都别想。老夫为什么要帮你们？老夫此生只信一个人，也只服一个人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水凝兽阿一。可惜他现在已经不在了。他可是
被你们这位神君大人亲手斩灭。浮尘仙君，此事与他无关，是我要找你帮忙。若你愿意帮我的话，任何条件随你提。哼。见面礼，可还喜欢？好久啊！梧桐岛出手，果然不凡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……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也不成。为何我也不成啊？我可听说了啊，你们两个已经有了婚约了。我要是帮你啊，我都觉得晦气。浮尘仙君，你这消息可不灵通啊！我与他没有关系，他的婚约我拒掉了。确实如此。干得漂亮啊！你这小火凤都挺有意思的嘛。不过这样的话就让老夫很为难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跟我打一架，要是你能赢，随你意。如果我赢了你，让你认我做主，也行。你要是赢了我，认你做主也无妨。关键是，你也得能赢啊！我赢了，愿赌服输。不输了，你太强了，我打不过你。愿赌服输，以后小凤君就是我的主人，任君驱使。是我凤族的五彩金丝，可五彩金丝一直由凤鸣在保管。凤鸣，此前他也说过，有人想对镇魂塔下手毁我肉身，可镇魂塔也在他的手中。若是如此，当真是有趣。据我所知，凡是凤族具有上君资质者，皆可驱动此法器。究竟是不是凤鸣，或许还得等浮城追踪之后才能有结果。此前袭击阿宇的人被我打伤了手臂，只要浮尘可以追踪到此人，一查便知。大胆凤鸣，为了提升实力，竟然暗自炼化妖丹，修炼禁忌之术。你真的是太令我失望了。陛下恕罪，凤鸣知错了。这些年邪妖摩擦不断，所以我才抓了那些妖族的人。
是我一时糊涂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荒谬！妖族挑衅，应该按照仙妖两界明规处置，而你私自行刑，如今还在此强词夺理。小殿下，你自出生就高高在上，资质不凡，又岂能懂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的修仙之苦呢？是，我炼化了那些妖，但我只是想变得更强，可以保护仙族，保卫凤族的大家呀！你在霓云山释放妖毒，暗中猎取水泥兽阿宇的灵丹，这就是你口中的保护仙族，保护大家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！没有，小殿下，这是要把什么错事都栽到我身上吗？仙族都知道，霓云山早就是一片荒山焦土了。什么水泥兽？我为什么要猎取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呢？小殿下不可污蔑我至此。有没有污蔑，一夜便知。果然，元神剑留下的伤痕在此，你还敢狡辩？这千年来我青池宫的没有几人，知道我青池宫蕴养着仙界唯一一只水灵兽的人更是寥寥无几，而你却是其中之一。神君大人，果然是道高一丈，可笑，这么多年本我想怎么去争，最终还是输给了你，输给了你们这些天生的皇者，天生的仙族。凤鸣啊，渴望力量本没有错，但唯有光明正大，才得正。你处处为自己狡辩，无丝毫悔意。今日不严惩，难诉我凤族律规，更难保仙界安宁。凤鸣如今已被剔除上君之列，押入天牢。但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他或许与1000年前之事有所牵连，但现在怎么问，他都不愿开口了。此前的事情，神君不必向我提及。对了，我将把阿宇收作义妹之时，昭告3界，梧桐岛会永远庇佑他。阿宇也说，想要留在梧桐岛，此事并未与神君说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与阿宇的私事，没必要告诉神君。阿宇对你似乎有天然的亲近感，若是你愿意像亲人一样庇护他，是好事。自然会的，神君不必操心了。哥哥姐姐。小凤君，那便就不送了。阿宇，姐姐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好啊。哎，果子不要了。什么果子？没良心。冰果子，超级好吃。走吧，都下逐客令了。这么干脆？你这是打消对这小凤君的猜测了？长老们说，你把这些年凤鸣经手的文卷全部都要来了。怎么，觉得他有问题？也没有，就是整理一下族中的事务。这一开始，
不肯接下凤凰身份的人是你，一做起事儿来比谁都较真儿的人还是你。接着。 师尊，此前于刚才就是你的继任仪式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凤凰了。师尊，别闹了，什么继任仪式？又废话，你游历也已经游历过了，人生八苦，你千年来历劫，怕是不知品味过千次百次吧？公平竞争之下，没有人是你的对手。 你不担任凤凰之位，你想让谁继承啊？凤仪，你该看到，天宫不是你希望以公平公正的是非准则做事。我也知道，你不喜欢仙界以地位等级倾压弱者的模样。远离这一切是可以亲近，可弱者。 无力自保者，他们只能沦陷其中。以你的性子，你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。与其处处仗义出手相救，不如参与其中，因为你有能力亲自去改变这一切。师尊所言极是。 凤凰之位，我接受。